大家好，我们现在就在旧金山 AMD Advancing AI 2026的现场。今天苏妈不是只端上来一颗 GPU， 而是把整张 AI 计算桌都搬上来了。从云端的大型 AI 机架，到企业机房桌面上的本地大模型，再到机器人的大脑，新品很多，但核心其实只有一句话 ：AMD 想证明 AI 这件事，它能从头包到尾。为什么 AMD 一口气铺这么大？因为 AI 的工作重心正在变化，过去大家拼命训练模型，现在更大的计算量开始花在让模型干活上。AMD 预计2026年全球大约60%AI 算力会用于推理，而 Agent 不是问一句答一句，它会推理、调用工具、运行代码，还可能半夜不睡觉的继续干活。这点跟我们做媒体倒是挺像。于是，一颗 GPU 已经不够 ，CPU、内存、网络和软件都得一起配合。今天的绝对主角就是 AMD Helios， 它不是一块显卡，也不是一台服务器，而是一整个机架可以直接部署的 AI 系统。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AMD 版的 AI 工厂标准件。一套 Helios 里有72颗 Instinct MI455X GPU，18颗第6代 EPYC 处理器，再加上 Pensando Selena DPU。Volcano 800 AI 网卡和开放式高速互联，也就是说算力调度和网络 AMD 这次都自己下场了。其中 MI455X 是核心发动机采用 CDNA5 架构，单颗配备 432GB HBM4 高带宽内存，整套 Helios 合计拥有 31TB HBM4 以及 2.9 exaflops 的 FP4 计算能力。参数听起来像报菜名，翻译一下就是能装更大的模型，也能同时服务更多人。据 AMD 官方数据 ，MI455X 的推理吞吐最高可达到上一代 MI355X 的34倍。与英伟达 Vera Rubin NVL72 相比 ，Helios 每美元可输出的 token 最高多 30%。注意，这是 AMD 自己的测试与计算口径，真正表现还得看客户上线后的实战。更关键的是 ，Helios 已经进入量产 ，AMD 表示会从今年第3季度末开始出货，并在第4季度逐步扩大出货。对 AMD 来说，这比再画一张路线图更重要。纸面性能终于要接受机房的毒打了，而且这并不是一个封闭盒子。Helios 采用开放机架和以太网互联标准。AMD 的卖点很明确，客户可以买整套方案，但不必把未来也一起锁死。Helios 里的另一位主角是第6代 EPYC 9006，也就是代号 Venice 的服务器 CPU。别觉得 AI 时代 CPU 只是配角 ，GPU 负责重计算 ，CPU 要负责为数据调度 Agent、运行工具和企业服务。Venice 使用 Zen 6架构和台积电2纳米工艺，单路最高256和512线程，内存和 I/O 带宽也全面升级。简单说 ，GPU 像后厨的大厨 ，CPU 就是传菜排单和管仓库的人。大厨再快，单子送不过来也得干瞪眼。这次 Venice 不是一个型号包打天下，而是分别面向高频 AI 主机、超高密度 Agent 沙箱。通用企业服务器和 HPC 推出了多款产品，处理器已经投产 ，AMD 表示相关云实力和 OEM 平台将从今年第4季度开始提供。规格之外 ，AMD 还把几位大客户请到了台上。Anthropic 计划部署最高2吉瓦的 Helios 基础设施。OpenAI 和 Meta 此前分别公布了最高6吉瓦级别的 AMD GPU 部署计划。这里的关键词是计划，不是明天一早就全部插上电。OpenAI 已提前拿到 MI455X 机架做软硬件适配。Meta 正在验证 Helios 和 Venice。AMD 还与 Cerebras 把高吞吐 Helios 和超低延迟晶圆级系统组合起来，客户愿意提前一起调系统，至少说明 AMD 不再只是第一份规格表等人下单。硬件之后是 AMD 长期被问的最多的软件。新推出的 ROCm AI 可以理解成一个让 AI Agent 更懂 AMD GPU 的开发平台。Cloud Code X Cursor 等工具可以调用针对 ROCm 的技能，编译器和优化方案帮开发者更快把模型跑起来。它不是一键让代码起飞的魔法按钮，但确实是在补 AMD 最关键的软件体验。ROCm AI 计划今年8月开放，届时好不好用？开发者会用 issue 和报错日址投票。同时发布的 MI430X 目标不是普通 AI 推理，而是 HPC 和主权 AI。它提供原生硬件 FP64 双精度计算，单颗最高288 flops， 并配备 432GB HBM4， 预计2027年上半年供货。另一张 MI350P 则更接地气，它采用风冷兼容现有标准服务器，单卡可以运行最高2600亿参数的模型。
企业想在自己的机房增加 AI， 不必先把楼拆了重装液冷。MI350P 现在已经可以提供。接下来 AI 从机房来到桌面，现有 Ryzen AI Halo 开发平台拥有 128GB 统一内存，可以本地运行最高2000亿参数模型。下一代 Gorgon Halo 把统一内存提高到 192GB， 支持的模型规模也来到最高3000亿参数。这类桌面 AI 盒子的意义不是把云端彻底赶走，而是把敏感数据重复推理和需要及时响应的任务留在本地。网络断了还能用 token， 不必每次付费，公司的资料也不用先绕地球一圈。Gorgon Halo 计划今年下半年提供。AMD 还与 Cisco 合作，把这些桌边 AI 设备纳入企业网络，安全可观测性和统一管理。管理员可以看 Agent 花了多少 token， 访问了什么资源，必要时直接隔离设备。毕竟给 Agent 配上24小时工作制之前，最好先给他装个财务和保安。最后一个方向是 Physical AI， 也就是会在现实世界里感知和行动的 AI。AMD 发布了 Ryzen AI Embedded X100 系列，把最多16个 Zen 5 CPU 核心、集成 GPU、NPU 和统一内存放进一颗嵌入式处理器，面向机器人工业控制医疗和自动化设备。在它之上是 Crea AI 系统积模块，也就是可以直接装进机器人的大脑。再往上则是 Crea AI Robotics Developer Platform， 把载板、传感接口 ROCm 和 ROS2 软件都配齐，开发者可以从原型一路做到量产，不用中途换一套平台重来。据 AMD 公布的测试， Crea 平台能做到每秒超过8000次实时控制决策，同时完成低于100毫秒的视觉、语言、动作推理。这个数字不用死记，重点是机器人不只要想得明白，还得反应够快。X100 Crea SOM 和开发平台都预计在今年第4季度提供。发布会最后 AMD 也把未来几年的牌摊开了。MI500 计划在2027年推出， MI600 和 Helios 600计划在2028年跟进。服务器 CPU 则规划在2028年进入 Zen 7， 2030年进入 Zen 8。 AMD 承诺以后每年更新一代 Instinct GPU 和 Helios 机架。路线图当然不能当现货，但它向客户传递了一个信号，如果你要提前几年建数据中心， AMD 希望自己能成为一条可持续规划，而不是偶尔惊喜的产品线。所以今天 AMD 最重要的动作不是发布了多少颗芯片，而是从卖 CPU 和 GPU 走向提供一整套开放的 AI 基础设施。机架里有 Helios， 企业机房有 MI350P， 桌面有 Halo， 机器人有 Crea， 中间再由 ROCm 把它们连起来。硬件规格 AMD 已经摆上桌了，真正的胜负还要看 ROCm 的成熟度， Helios 能不能按计划量产交付，以及这些大客户最终会部署多少，我们会继续跟进。这里是旧金山 AMD Advancing AI 2026现场，我们下期见。